特朗普为什么铁了心要查美国金库？特朗普根本不是冲着黄金去的，他是在下一盘超级大棋，他是要重构整个美元体系。你以为特朗普就是想查美国金库的黄金吗？这根本就不是查黄金那么简单。特朗普现在整天喊着要查美国的金库，还拉上了马斯克一起，你觉得不奇怪吗？一个资产几千亿的商人，一个科技大佬，两个人突然对一堆黄金感兴趣了，这不合理啊！如果把这些年发生的事情串起来看一看，分析分析，你会发现特朗普下了这盘棋也太大了。你看啊，特朗普上来面临的什么问题呢？他不是一直在喊着要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吗？让美国再次强大吗？这问题来了，现在的美元那么高，趴在那下不来了。美元这么高，美国的东西谁买得起啊？制造业怎么可能回流呢？你想啊，如果美元一下子降下来，会怎么样？美股肯定跟着崩，对不对？美元霸权也会受到影响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它的难题就是美元必须降下来，但又不能让美元霸权受到影响，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？没办法，那有没有其他办法呢？还真有，而且他已经在干了。我现在就给你们讲讲，这特朗普到底在搞什么名堂。第一步，控制石油，这一步已经开始了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特朗普一直在强调发展传统能源，要大力开采石油，而且更奇怪的是，马斯克居然他不反对。马斯克是干什么呢？搞电动车的，他应该是最反对发展传统能源的人，但是他居然力挺特朗普，这不是很诡异吗？我现在才明白，特朗普根本就不是单纯的想发展传统能源，他是想重塑石油霸权。大家都知道，美元为什么是世界货币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石油美元体系，全世界买石油都是用美元结算。特朗普这是在巩固美元霸权的第一根支柱，石油。这第二步就更明显了，特朗普上任后干了什么呢？他弄了个特朗普币，还让他的老婆花了款币，大家都以为他是想捞钱，其实呢，他是在测试。他在测试什么呢？测试比特币的波动性，测试如果美国发行数字美元，市场接受度会多高。你们注意到没有？美国现在几乎控制了所有主要的比特币交易所和清算机构，就是让所有的比特币都在美国的监管之下。想想看，如果美元真的出问题了，人们会逃向哪里呢？那肯定是加密货币啊！谁控制了加密货币，谁就控制了后美元时代的金融命脉，对不对？现在他终于到了第三步了，查黄金。你们想啊，为啥突然对黄金这么感兴趣呢？官方说美国有8000吨的黄金储备，是全球最多的。特朗普为什么非要去查呢？我觉得他早就知道结果了，他就是要借这个机会制造一个大新闻。假设查出来黄金真的少了，会发生什么呢？黄金价格肯定是暴涨，美元肯定暴跌，全球金融市场肯定大乱。但是这时候美国已经控制了什么呢？石油、比特币、黄金，就是说不管美元见到多少，全世界的替代品都被它控制住了。美元可以从106见到80，制造业就有了竞争力了。但我的霸权地位一点没有变，因为你们逃都没地方逃，所有的避险资产都在美国手里，懂了吗？这才是他想下的棋。这一步太绝了，简直就是一石三鸟。如果特朗普真的这么干了，好处简直太多了。第一个好处，美元降下来了，美国利率是不是也跟着降了呢？美国利率降下来了，美债危机还叫危机吗？你看日本利率那么低，债务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。
第二个好处，如果查出黄金有问题，谁负责了？是不是可以借机收拾一下政敌？第三个好处，你看上个月特朗普一喊要查金库，结果什么情况？大量的美元回流美国，他不用吹灰之力啊，这些资本家自己就把美元送回来了，太聪明了这招。第四个好处，他不停的喊比特币，喊黄金，是不是让大家对这些资产的关注度提高了呢？关注度提高了，认同度是不是也提高了呢？这是不是在为他控制这些资产做铺垫？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会是什么样呢？如果特朗普真的下这盘棋，他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，他会怎么做？他可能会宣布美国的黄金储备出问题了，可能少了很多，然后黄金价格肯定暴涨，美元肯定暴跌，等美元跌到一个他满意的位置，他再说我们重新清点一下，其实黄金都在，只是记录有问题。这时候呢，美元已经降下来了，制造业有了竞争力，美债负担轻了，但美元霸权一点没有丢，因为石油是他控制的，比特币是他监管的，黄金储备还是他最多。这招是不是太狠了？如果特朗普真要这么干，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那影响可就大了，所有资产都会面临重新定价，房子、股票、债券都要重新定价，这就是一次全球财富大重组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谁能抓住机会，谁就能在这轮财富分配中占便宜，谁要是没有反应过来，财富就可能被重新分配走了。对了，再说一个细节，你们觉得特朗普喊查黄金之前，他知不知道黄金到底亏没亏空？我觉得他肯定知道，他就是奔着这个效果去的。他知道一喊这个就能引发恐慌，让美元回流，让黄金升值，一箭三雕。我必须说明一下哈，以上全是我瞎猜的，千万不要拿这个当投资建议。我不确定特朗普真的在下这盘棋，也不能确定即使他真这么想也一定能成功。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种思路，让大家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有些心理准备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睁大眼睛看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。如果特朗普真的开始频繁提到黄金储备问题，如果他真的宣布要进行全面审计，那可能真的要发生大事了。我们普通人能做什么？其实也不多，就是保持警惕，别盲目的跟风，理性分析，适当分散投资，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多学点金融知识，了解货币的体系怎么运作的，了解黄金和比特币在全球金融中扮演什么角色，这些知识在未来可能会很有用。你们觉得这个分析靠谱吗？我知道我这个分析听起来有点像电影的剧情，现在在讲阴谋论，但你们仔细想想看，特朗普最近的各种行动是不是能串起来？他为什么要发展传统能源？为什么要拉马斯克一起？为什么要对比特币忽冷忽热？为什么要对黄金储备这么在意？如果从重构美元的角度去看，这是不是一切都能说得通呢？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被称为商人总统，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普通政客是不一样的，他是在用商业思维解决国家的问题，一步一步下这盘全球经济的大棋。不管这个分析对不对啊，接下来几个月肯定会很有意思，我会继续关注这个事态的发展，给大家带来最新的分析。这世界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复杂的多，有时候真相摆在我们眼前，只是我们没有从正确的角度去看而已。要敢于跳出框架思考，可能你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和风险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，我再强调一遍，这纯属个人分析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财务决策负责。对了，你们也帮我留意一下，
如果特朗普真的开始大张旗鼓的查金库，那可能真的要发生我说的那些事了。到时候咱们再一起分析分析。还有一点我差点忘了说了，你们现在再去看看黄金、石油、比特币的价格走势，对比一下特朗普发表那些言论的时间点，是不是有一定的变化？这些变化背后，可能就是这盘大棋在悄悄的进行。还有，大家想想，为啥特朗普非要公开说要查金库呢？他完全可以悄悄的查，为什么非要闹得人尽皆知呢？这不就是为了制造效果吗？你们记得关注我，我会持续追踪这个事件。如果特朗普真的在下这盘棋，咱们就见证历史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分析有意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。你们觉得特朗普真的在下这盘棋吗？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。我们下期再见。